聊一聊没烦恼，聊一聊没烦恼。欢迎收听新的一集的聊一聊没烦恼。上一集没介绍到自己，我是塔塔，我是 Liv。然后今天呢，我们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蛮特别的，因为他是参加我们的 offline event 的其中一位speaker， 我们有请 J。Hello， 我是 J。然后因为 J 他是在我们的那个 event 他是当其中一位speakers， 因为我们有邀请10位上来，out of 我们的6000个 submission，我们请了10个人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然后其实 J 应该是没有做过任何类似这样子的，完全没有 interview sharing No， 因为我们 stalk 了 J 的 profile， 然后发现他很 private，可是因为他的故事有触动到我们的是by the way 有一个 feedback from 我们的 audience，他讲他 after 那个 event 要去跟你拿你的 contact， 然后你跑走了。对，然后他他找到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2个 actually， 哇哦，然后 actually不知道他们是谁，因为我不会乱 accept 人家的 request 的，然后他们就 private message 我就send a very long text。Oh my god， I'm touched。 哇哦，其实我觉得我们更 touch 因为有听到有这样子的一个 community 吧，他们自己，因为我看到有人也是讲 after 那个 event 过后他们自己去忙，然后有互相聊天这样。是就不小心我们可能会有观众一起结婚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啦。联谊节目。对，然后我们会请 J 上来的原因，其实因为当时他有 share 他的故事，就是在日本的故事。对which 我们会 go into details later。还有就是你讲你做那个 tour guide 的，对，然后 for free 的，我相信这个是为什么人家要拿你的 contact 的原因啊。因为可以 free 的 service 嘛。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要deep dive into 你的 life。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次被你吸引的时候是when你讲你觉得你以前很有热情，这个我们在 hang out 的时候有讲过啦。对，然后后来你就觉得哎呀好像人生只可以这样，这是他 submit Google Form 的时候的故事。对，他 submit 他的状态的时候就是这样，可是你又很愿意跟陌生人聊天。我觉得分享自己其实没有那么难吧，我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还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分享自己其实对我来讲 is as easy as anything I guess， because 这是人生经验来的嘛，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不一样，所以我觉得it's actually not that hard， 要听就听，不听就不听。对，因为我开录之前我就问他你常跟人家聊天嘛，然后他就讲他不常，因为他都是做 listener 的那一方。对所以什么让你可以来我们的 event， 然后就可以做这个 episode？ 不知道嘞，快讲文美。我感觉你们很随性，所以就觉得蛮符合我的 style 的。你可以跟我们 share 一下你的整个 join 我们的 event 的这个 process 嘛？OK， first of all 就是看到达达的 threads，然后他有在分享一个 Google Form 嘛还是什么，我就点进去，因为我很常看他出现在我 threads 里面，就是even though我没有 follow 他，就是很长啦。然后就好像是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已经躺在床了，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就填一下啦，反正我人生里面好像也没有中过什么东西，买 4D 买朵朵也没有中，那就填一下吧。那你知道填了过后我其实写很短，我没有写很长，我的 description， 然后就你们好像就联络我，然后我就答应去，然后就 appear 在你们的 hangout 了。什么感受？那你到第一个看到什么？对，我第一个看到全部都是一批一批进去的。对，因为他当天是一个人来的。对，然后 sit throughout 整个过程哪一个 moment 是让你最印象深刻的？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觉得第一位Hannah。对对对。Oh my god， why? Tell us。我觉得他在讲对金钱的焦虑这方面，我觉得蛮有共鸣的。even though 他算是蛮 successful I guess，但他还是对这方面会有一些焦虑，我就觉得我觉得这个 successful 的定义是应该大家都看到，因为你是认识他的嘛？不认识，听过你听过他，对，可是你就觉得他是 successful， 就觉得不错啦，就到处可以听到他的名字啊，这样子，因为他是在 camera 前面的人，所以就有那个既定印象。我们上一集也是有讲到，大家都以为 front camera 人是很风生水起的。刚才上一集也刚好听到汉乃是有讲他对金钱是有焦虑，对，所以 I guess 那个有打破掉大家的一个 perspective 吧，还有看法吧，对于目前的人。所以你有什么 take home message after 这个 event？
再来审问啊。 Actually 我没有想过我下一次还会再来讲话 something。 Actually 我表达能力不是很好的，还 OK，然后会觉得not bad first and the last time， and 那你想到有第二次，我就觉得 not bad 啦。Before 这个 event 你有听过我们的 podcast 吗？有，我有听你的 podcast， 就是那个简少年的 again， 都是因为好对咯，想要了解自己的一些命理吧，觉得对。像你觉得你是一个了解自己的人吗？现阶段的话算是，对。你会怎样形容你自己？我觉得安静哦，然后可以深度聊天的人。你是从小就这么安静的，还是你从小出生的时候有没有还是就是不会，就是真的是这样子，真的，他真的就不出来吧？我妈讲好像我没有什么酷的嘞。我是哑巴吧？哇 ，OK， 这样你平时会怎样表达自己？怎样 communicate 你或是 express 你的 feelings？Actually 我是 Capricorn，so Capricorn 的话是什么啊？摩羯座。你也是，我也是，所以我是一个不太会表达自己。是这样你们确实是吧？所以我们两个聊天，所以GQ 你们现在坐在 podcast 这边，所以你跟我聊天你会抠脚趾吗？不会对，我觉得聊天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你可以跟，所以你可以跟任何人，我可以对。 OK， 现在我问你啊，现在 let's say 我们 first time meeting， 然后你只有 2 minutes 吧，你会问我一个什么问题？为了了解我，我想问就是你做那些吃的其实你有吃完吗？你要从不了解 OK， 我可以回答你有吃完因为会有朋友跟我分享的OK，但是我不会自己吃完因为我也是在打眼OK， 像你要跟一个不认识的人比如说我们的 cameraman Han，你会问他什么？我会问他什么啊？工作辛苦吗？你看到丁丁翻你白眼嘛？丁丁就是我上一次我很了解这个，我很了解他问的这个，因为你回答了过后，他才可以延续下一个问题啊。你会问什么？我会问你是什么星座可是你会踢到板呢？不会，因为那个人可能那个人不信的话，就我不是很信这些，然后我就讲这样你几月生日？然后我就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星座。这个是你的 ice breaking 啊。对，因为我从那边我就可以co-read 他这个人，因为要不然的话我很难切入问题，因为我 generally 来讲我对人不是很有兴趣，有时候这样我要讲我的 first question 应该蛮笨的吧？什么？问他 Hello， 该你来这边塞车吗？这个也是一个 typical 的 question。因为我真的超不想了解人我又不会星座，然后我又不会看他的生日那些。可是我想讲以前的时候我还蛮喜欢第一次见面我就问很多很深的问题，可是我会很害怕现在有 boundaries， 就为什么呢？我怕我问到的问题你不想回答，然后你就觉得我很没有 boundaries。对 okay， 其实我蛮想问很多问题的，可是就是会有这种顾虑因为老了啦。我觉得他们如果真的不想回答的话，其实很明显，他们前几个 respond 的时候，你就可以 get 得到他们就是不想要 open up 很多。其实我是对人性想要蛮了解的，所以我读这个 counseling actually。这样你可以 counsel 我们吗？不能，因为他没有来生跟我来生到。这样我要讲我对你的第一印象。OK， 所以在观众席的时候你应该是坐这边的吧？对。所以我就看到了，哇，有一个美女。OK， 太靠近我你的手。OK， 一个美女，然后我就觉得OK，好像一个人了吧 ，whatever 啦。可是因为我们知道你是 speaker， 然后你上来说，哇，这个五官够立体了。可是我在看观众席没有看到你的时候哇，我觉得你是乌云一片在你头上然后我就看了那些 playback 照片我就看他们拍的照片嘛。哇，你是全身没有一个笑容的嘞，我们有这样难笑咩？有看到我咩？有看到你。我讲一下我对你的第一印象， Okay， 因为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你走进来 register 的时候，对，然后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人有点凶，因为你是 poker face，然后你整个打扮就是很 muted， 然后是很 Japanese，you know Japanese 风，然后你拿那些 goodie 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表情，然后我就看你speaker 在其他人有惨哦，其他人有什么表情哇那个 goodies thank you， 就是有这种这样子有一点，然后他就是然后就默默的飘掉了。然后我就讲哇 J 是你是不是被逼来的？不是我很自愿来我还提早到这样子。只是我的表情是在心里面的，exciting。
的脸了，看起来happy， 哇 exciting， 不会咩？我觉得摩羯座都是蛮 poker face 的吧，大家印象。他蛮，我是被社会毒打，他蛮有表情的嘞。我是被社会毒打，我觉得我是 mirror 来的，因为他这样子，所以我就会 mirror 他。可是如果我跟你的话，我就会跟你一样这样子的频率。就我跟你聊天，就比较 serious talk 一点。对，hello， 什么意思？我也是很 serious talk 的嘞。是，这样你 feel 到我们什么能量？对呀，讲一下。我觉得他的能量，他的能量比较强势，然后他是那种你是比较稳定一点的。你是比较跳痛一点的，虽然我不太认识你啦，可是我觉得你的脸很小，就是比起就是你的 story 看起来，因为不是他没有，因为我看他的 story 每天出现，可以不要一直很玻璃心吗？我们很玻璃心，因为脸，你看我的 story， 看到我脸很大，他的 story 就是每次往下拍，然后会觉得extra large 这样子，然后真人看到的时候就是蛮小的啊，我们的 video 已经是美图缩小的嘞。可是我觉得本人比较好看，对，对，看不出是30多，很没有礼貌，我就问你，我就看起来是30多嘛，我都差不多要30了，你们应该吧？26吧，27，讲到你27岁，因为你讲你在那个 sharing 也是有讲你19岁就去日本读书了，对。然后那时我想分享一下，那时候我们跟你聊天的时候，因为你的 topic 很 deep 对我来讲，但是在那一个时候我没有办法 in depth 的跟你了解，对，所以我们就再请你上来，因为那时候很多听众都 share 很 deep 的东西。讲真的，我自己第一次做这个 live， 我自己也是有 stress 啦，因为如果讲太 deep 好像有一些人他们讲他们很 depressed 啊，他们讲他们受伤啊那些。可是我知道这样子，对，他就会默默的变成一个心灵课程对，然后我怕 audience 会 sad， 就是很险这样，所以今天就可以好好跟你探讨一下你在日本的时候整个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可以，没问题。19岁的那一年就是我第一次飞去日本的时候，by the way， 我是 from 沙瓦，就是一个小地方这样子，然后就飞过去东京。那时候因为一个那个什么 Japanese event， 他就讲留学展这样子，我就参加了，然后就成功去到日本，就我自己一个人。那时候我对日语啊，对 J-pop 啊一点都不感兴趣，就想说哎呀出去，就是很想要出去，就出去了过后，我觉得这是有颠覆到我的世界观。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你这样想出去吗？因为我从小是蛮traditional 的家庭的，对，所以有机会出去的话，当然可以出。OK， 你是 single child 吗？不是我还有一个弟弟。OK， 对，就是你的 family 是蛮 like tight 啊，restricted 这样子啦，所以你就想有一个这个 breeder 这样子啦。对。然后去到日本过后呢？去到日本过后就感觉 everything 很新鲜哦，然后什么电车啦，然后高楼大厦，很多那种 neon lights 啊，就觉得哇哦，想在日本可能闯出一片天还是什么啦。But of course 我去那边是读语言先。是原本是想要去那边读日本的大学的，可是他们有 requirement， 就是你要读2年的日语。对，所以我读了1年半嘛，然后考了那个 N2，然后你不懂什么是 N2 吗？不懂 JLPT， 就是那个考试这样子，对。其实因为我有考过，因为我我有去 Kyushu 大学交换过，然后他也是逼我们一定要学，不是逼啊 ，sorry， 他是 compulsory， 你一定要学，可是我学来学去，我什么 N 都没有。所以刚才讲 N2 的时候就OK， 对，然后就没有 proceed， 然后就回来这样子，中间发生了其实蛮多事情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那时候你也是有分享，对，到比如说 sexual harassment 啊这种，对，就是可能第2个月过后，我就开始找工作了。OK， 因为我们上课时间很短，3个小时那一天，然后去找工作，我应该做了蛮多份工的吧，就比如讲kitchen helper， bartender， 然后还有那种 cheap hotel 的 cleaner，还有就是代购，那时候帮忙排队代购买一些潮牌这样子。然后那边的 working environment 是怎样的 ？working culture？ I think it's quite toxic 啦。他们比如讲我在 restaurant 做工，其实他们很老的人还在那边做工，也就是70、80岁的 uncle auntie 还是在做工，所以我跟他们是 colleague 这样子。所以但是年纪不造成他们 toxic 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他们会觉得你不会讲日语，然后你们也是外来人，然后就他会有种族歧视。会，可是不明显，他们就是因为日本人是不会表现出来，可是他们会有比如讲小表情，或者
这种小表情，你要读空气啊，你要学会读空气。OK， 然后就会感受到其实他们不是很喜欢，不欢迎啦。外国人。可是谁请你们？就是你们就 as normal 的去 interview。因为我的那个语言学校里面是有很多国际学生，比如讲越南人，那时候是透过我一个越南的同学，他介绍我这份工。这样子对。然后那个越南同学有没有受到这一种的待遇歧视啊？这什么？有，他们也是有，也是一样啦，就是对，多多少少都一样。但是为了生存也是对，为了日币那时候，然后你在那时候哪一份工是你达到你真的是觉得顶不顺了，很想第一天就想做？我觉得那个 cheap hotel 的 cleaner 就是真的。It's a love hotel actually。那如果不说是 love hotel 的话，就是给你 reproduce 一个 hotel， 对，解决你的快感生理需求的一个地方。在日本是蛮 common 的吧？蛮 common 的。然后他们有很多不同的主题啊，比如说在 MRT 啊，在对 ，you know， 在厕所啊。So cleaner 你就是要对啊，打扫那些 Oh my 房 God， 间。 tell us about it. So what how do you bad see is normally? Yeah, condoms 还有一些液体。对，这些东西你自己要用手去拿了，我就为什么不可以用 tools or 他们也没有准备，就是一个很 cheap hotel 来的，所以他没有工具。对，他们是特别找这种留学生啊，可能做一天还做几天这样子，就是给你现金还你这样子。多少钱一天？我还记得那时候一个小时有差不多1000多日币吧 ，which is 30多40块马币那时候啦，一个小时啦，其实也算蛮高，蛮多的。有没有他们 local 的人自己做这一份工？比较少都是像我们越南人啊、马来西亚人这种留学生来的。然后你做了几久在那边？那个应该有陆陆续续2-3个月吧。对，也是朋友介绍的啦。都是朋友介绍的。然后你有没有遇过什么？你在哪一份工遇到最不好的事情？我觉得 harassment 呢，应该就是那个 restaurants， 就是我做那个izakaya的那一份工。那一份工有一个中国人，应该是40多岁的中国人，他已经在日本待很久了。然后他是一个唯一我能够沟通的人，他是会讲中文的。然后那时候他就一直改我啦，因为我很新嘛。过不久他就约我出去吃饭normal 啦 lunch。I thought lunch I was fine right。然后吃完饭过后，他就讲我想要去你的宿舍看一下，你们宿舍有多大。我想 Oh my God， 关你什么事？可是那时候我太小，不知道怎样拒绝这样子的东西，就觉得反正有我的 roommate 在房间应该没有问题吧。好巧不巧，我的 roommate 那一天就没有在房间。 Oh my God， 对，然后他就硬着要进去，你知道吗？就是要 break in， 就是对，然后我就想不要，就是不要这样子。然后他还是自己进去，我就真的很不要脸，这样对，然后我就进去一下，他坐在我床上我是那个上下铺，我是在下铺的，他就直接坐在我床上。我就想我骗他，我跟他讲我等一下有东西要做啊，我要走啊，你快点走这样子。然后就讲坐下来要聊天一下这样子。然后讲我不要，然后他就进去我们的厕所，应该那边有半个小时。对，所以我们讲这个东西可以讲的吗？还是会？我不会不会这个讲了几十次。OK，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sharing， 对年轻外国人打工怎么拒绝这样子。他就进了厕所，然后半个小时，然后他就在里面解决吧。对，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里面解决，因为我发现我的tissue paper已经 fuck man 用到差不多，对，用了差不多这样子。Oh my God， 对，过后我就讲我真的要走，我就开门了，然后他讲 OK 一起走咯。然后他就有 kiss 我脸颊这样子或什么，我就 Hey don't do that， 我就讲不要这样子，然后就送他走了。然后我就回去我们的房间宿舍去检查一下，因为怕他们会放那个什么 hidden camera， 对对对，我那时候有这个意识，我就觉得不能这样子，就查还好，就少了几张tissue paper这样。然后你还有跟他，然后还有做工，我还有跟他一起工作，然后就没有讲话了，他尴尬嘛。对啊，他是有家庭那些的吗？他那时候谎称是没有啦，但是我问就是我们的 chef， 就是一个日本人，跟他比较熟，他是有家庭的人。Oh my God， 你在那边做了多久？
后来我在那边蛮久差不多9个月吧。对，我觉得也蛮谢谢你分享这个故事给大家听了啦。我觉得我相信你 share 它也是有你一定要的 purpose 吧，比如说可以 encourage 大家，如果下一次这种东西发生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对，而且我没有硬碰硬，是因为只有我一个女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女生在这种关键时期的时候就可能就 soft spoken 一点，就是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范围过后，你才去整理自己的情绪。我知道当下情绪其实是很 frustrated 的，可是你不能硬碰硬，你硬碰硬的话他可能更 aggressive 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打不过他啦。我觉得 for 你的 age you were very strong因为很多人可能在 online 会看到的 comment 啊，就是他们会讲哇，终于这样录如果是我早就打他了。对。可是如果你自己没有经历过，因为好像比如说可能我每次会经历过有男子会太靠近我们还是什么，其实当下你的 mind 是 blank 了。对，比如说你被摸了过后因为我有朋友是很 brave 的，他是很 outspoken 的，like 他会每次很 advocate for 你要 speak for yourself。然后就 unfortunately 有一次他就在 airport 的时候他就被摸，然后当下他是真的是 blank 到他连喊他都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真的这边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如果有听到或是 read 到这种故事的时候，不要讲怎么那时候你不要讲，因为你当下真是好像你这样子没有办法去真的是硬碰硬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skill。但是可能也是要看，有一时候有一些人真的是需要硬碰硬的，比如说你要逃走去一个比较多人的地方，然后你喊I don't know，因为You never know 他会做什么。我觉得现在大家警觉性比较高了，像以前的话就可能不知道这种东西，就会不知道怎样去 react。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种事情怎么反应的时候，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是很好啦，大家可以有这种自我意识。可是发生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没有想到，因为你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当下会发生，是因为可能很多 parents 或者孩子都会觉得，哎呀，我这样聪明不会的啦。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再 educate 一下如果有比如说这种同事或者不管是男还是女同事如果你没有跟他很熟的话，在你一个人的前提下，please 不要 invite 他去你的地方，也不要让他来。那我最近在 try 看到有一个 video Oh my god 西北 terrifying 的，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就回她自己的 condo，就是那种开楼下的门的，她开了过后她有 CCTV footage release 出来，她开了门过后她就让那个门是很 slow 的关因为 honestly as usual我们就是开了门，她是 auto 门，她就会跟她关。可是有一些男子可能就会或者是人有一些人他就已经摸着你了的，所以他就跟他 then 在他们门差不多关之前他就顶着那个门了，然后其实当下已经很多 bypass 他们有看到，可是讲真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住这边的，所以他就跟着他进去了，很恐怖，因为那女子自己搭 lift so as a good normal person 有人要进 lift 你是会帮他按着门开的，对啊，然后就帮他按着那个门开了，进去过后他就 realize 了，因为他没有按哪一楼他就跟着那个女子那一楼，所以这个女子就很聪明。那个好彩那个 lift 是 I think 应该是在 before 他的那个 house 的那一个 floor 他就有出去，他出去那个男子跟他出去，过后他就进回来，那就关门。但是那个男子很恐怖，因为你就以为按了，那男子就走楼梯去找他在哪里。Oh my god！ Thank God 他是没有事情，所以因为很多这样子的 awareness 跟 video 小过后我就会做一个事情但是其实 maybe 他没有太好，没有太 warm， 因为如果是一个男子在 lift 里面的话，我是不会进去的，可能我会等下一个 lift，或者是如果有一个男生进来，可能我自己会 feel 到 fear 的话，我会出去先，然后我就等他自己上去先。所以我觉得可以有这种 awareness， 因为当你是一个人，如果好像我们比较 physically weak 的话，可能就要做这种防范的事情。还有at work 或者 anywhere 啦，你认识到不熟的人they will never be a friend 如果他讲要跟你 get close 还是什么，一定是 with intention 的。所以我更希望这种小女孩小男孩可以有这样多一点的 awareness 是，所以你 share 这东西我觉得是真的是很 helpful for everybody 的，是，而且也是 thank God 他没有对你做没有什么事情啦。But how did it affect you later？ 我觉得我过后对男生会有比较警惕性，因为其实追我的男生大多数都是年纪比较长的人，所以有时候因为工作关系，就比如讲我带团嘛，那导游也是会对你有追求这样子。你那9天里面你不可能跟他闹翻还是什么，对，就是会保持距离。你的故事你要 share 一下嘛？因为他之前做空姐也是有
我觉得是蛮恐怖的经历的。我自己那时候当下没有觉得怎样因为这种故事听了其实会蛮心疼当下在承受这一切的男女都好啊，所以 maybe 你要 share 一下你的故事，but sharing just because 希望大家可能可以更 analyze 更 identify 到 maybe 那个是一个 harassment。 Yeah， 因为那时候20多岁嘛，然后你也没有想到，然后我做空姐的时候，他就是会有一个比你年长的 leader 这样子的人然后男生然后他就会在飞完之后，他就跟我 share， 开始跟我讲，一开始是讲 about他喜欢去潜水，然后他就讲他不喜欢 plastic 的味道，那我就OK， 然后过后他就开始讲他不喜欢戴 condom， 那我就 OK， 然后过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他跟别的空姐整个 sex 的整个过程 in details， 然后他就跟我讲我跟你分享这些其实它是一个 sex education 来的。什么东西啊然后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就来哇 really， 就是我还就是给很多反应啦，因为对我来讲我就好像在听这一个故事这样，可是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一个是他 try to test water 我 O 不 OK with 这样子的这样子，Yeah I guess，因为我真的不懂，因为过后 invite 他去你房间吧。对，然后过后 after that 我们到了 hotel 过后，他就跟我拿号码嘛，他有全部人的号码的啦，因为他是 leader 嘛，然后 after that 他就 text 我 WhatsApp 我，然后 WhatsApp 我的时候他是 send 那一种鹹濕片的那一種，他是 send 一个 porn link 给他，那種 porn video， 這樣直接的，他 not even a link， 他是 video， 然後你要 download 才可以看到的嘛，所以你那個蒙蒙的畫面你就已經看得到是什麼了，然後他就問我要不要一起吃 dinner 這樣子，然後我就講不用，我自己打包，他就 call 來我的房間，那我就講你打包什麼，我過來跟你一起吃啦，然後那時候開始我才警覺，我就覺得怎麼這樣子的，然後 after 第二天我們要飛回去的嘛，他就會在飛機上面一直叫我 babe 啊寶貝啊 darling 啊這樣子OK 呀，然後就after 這個 incident 我跟我朋友講的時候，我朋友就罵我，他就講從他開始跟你講 sex 的時候，他就是在 sexual harass 你，然後我就講不知道嘛，然後講你還跟他聊這麼多，因為當時候應該如果是我的話，我會覺得只是一個人要跟我分享，對，因為他又一直強調that sex education， 然後他又跟我 share 他有老婆，然後有一個 1 year old 的 baby girl， 然後他又給我看他 baby girl 的照片，然後他就一直跟我講很多那種跟其他空姐小過他很多歲的在毛地那邊怎樣怎樣，然後就講到很 details 那種毛啊有毛沒有毛啊這種都講 OK 呀、我覺得如果是一個 consensual 的 let's say 我們這樣子一個 table 然後我們 talk about 這個that actually I asked for then maybe it's okay， 但是如果前提下你是沒有跟他要有這個 I didn't ask for you to educate me then 你沒有這個 responsibility to think but of course 如果我們會想 put myself in your shoes 可能那時候我也是會 react to 他 but not like 我要給他 support 什麼，因為當下 first of all 可能在職場上大家也會很有這種 experience 就是 oh my god 可能他是你 supervisor 他是你的 leader 然後你就會很難去 respond 還是什麼 but 我希望可能大家可以去找你的 group mates 還是去人多的地方，然後就盡量不要跟他有 private 的 moments， 不要跟他搭同樣的 lift 不要讓他進你的房間啊 whatsoever，因為很多職場上其實我們不要講男還是女，因為女生 leader 也會去 harass 男小的 junior 那些，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也是一樣跟你們非常 similar 的 experience， 就是他是 senior 的他，那他就是批他 leave 的那個人，就是他要 apply leave 是要他 approve 的。所以這個 manager 呢，他就會跟他講你要拿 leave 你要拿 leave 可以，因為他們會去那種 work travel trip， 他講這樣你就來我房間跟我一起喝酒看，等我看我要不要跟你要不要 approve 你的 leave 或者是來跟你吃飯哇 but because 我的 friend needed 那個 leave， 所以他會去跟他吃飯，然後他就會一直灌他酒but thank God I don't know whether it's nothing really happened or what，很多時候我們不能講哎呀你不要啦你不要這樣子什麼，可是有些人可能 put into 一個沒有的選擇的情況下，對，我覺得只能保護好自己，然後還有一個東西就是跟你朋友講你在哪裡，跟你朋友講你現在跟誰在一起，跟你朋友講如果等一下我幾點沒有 reply 你還是什麼的話，可能你就要 you know do something 還是 about it，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的這種 safety 的 awareness， 對，然後可能在聽的 young parents 還是什麼都好，可能人家會覺得哎呀他才3歲吧，我不跟他講這些東西啦，but
我是一个 believer in， 我觉得你需要越早跟你的孩子讲这种 awareness 会越好啦。对 But of course I'm not a parent 啦， so I don't know。在我们的 offline 里面，他也是有 share， 他有带一个家庭 for free。对，就是可以问一下你这个的整个过程。你的 full time 是带团？其实不是，我现在 full time 是学生，现在学什么 ？Master in Counseling。 Oh my god！ 对 ，Counselor， 因为我之前也是有 therapist 的，所以我的 therapist 跟我讲过一个东西他有完全的 change 我的 perspective，因为我以前一直会觉得 therapist 应该是最屌的吧，他是最 emotional stable 的。可是我有一个 therapist， 我换过很多个 therapist 这个最后 therapist 跟我讲，他就让我 feel 很 safe， 他就跟我讲，其实你知道我也是有问题的嘛，我的其他的 therapist 也是会给我 therapy 的。对，然后就觉得 Oh my God，so we are the same。所以我想问一下你 as counselor 啦，你会不会有自己解不开的事情？会，多少会。所以我们counselor as a counselor， 我们一定会有一个 supervisor 的。就比如讲我们有问题的话，或者是我们真的是收不到自己 emotion 的话，或者是代入了，还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会有自己一个 supervisor 去聊这件事情。对，那我很好奇counselor is it better to not have empathy， 还是 is better to have empathy？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给予 empathy， 我觉得 empathy 是需要选人的。because if you keep giving empathy to everyone, of course everyone have their own struggles and everything, right? 可是我觉得 empathy 这种东西不能被滥用，一旦被滥用，你就觉得其实他做坏事的话，你要多 empathy 他 and stuff。Of course we can say that it's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我们可以 see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right? But 有时候真的不能这么太多 empathy， 我觉得反而这样子会让自己更累吧。你觉得 what it takes to be a good counselor？ Actually, everyone can be a good counselor. Counselor needs to have their own style. 不能每一个 counselor 都一样的。我觉得我是蛮随性的 style. And I'm more on confrontation 的。confrontation as in 你会问很多很尖锐的问题， harsh 的问题，让他面对自己啊。对 ，something like that. OK。或许有些 client not suitable for me。But 有些人就是可能需要这些比较直接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都忙嘛，不可能那个 process 要 drag 到很久，所以我就会直接问他这样子。这你为什么会选 counselor 这个？因为他讲他想探讨人性。以前中学的时候很喜欢看那种什么激励书啊self-help 的书 ，self-help 书我的 bookshelf 都是啊，我就不会看其他书，就会看这种。然后我其实没有想要读 psychology 的。I thought it's just a hobby 嘛，you cannot make money from that actually，你赚很少的。然后就我其实学了 hospitality，然后就觉得不喜欢在 kitchen，然后 after that MCO 回来过后就觉得why not I just try 啦psychology 这样子 ，then 就这样读到现在。对，然后为什么你会现在还是在做 tour guide 的？是偶尔需要一点 pocket money 读缴学费一下。你怎样 get into this 的？一开始一开始是 after 我的 degree 我没有东西做，然后就 sign up for this， 他们也在请托理的，所以我就 sign up 然后 go for training， and after that 就陆陆续续带团啊。这你还这样年轻，为什么你会觉得人生就是这样而已？我觉得 compare 以前的我，跟现在会比较稳定，以前是比较a lot of ups and down 的，然后现在没有什么追求吧，我觉得。怎么说？你以前追求什么？以前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很有钱人啊，可能25岁之前要做么啦，买房啊，又有一点的知名度啊，or something like that 啦，被 respect 啦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是我们自己 set 那一个deadline for ourselves， 很多时候不是你努力就会换来结果了，就是事与愿违这样子。你是觉得灰心了，你才不想要？我觉得会有灰心到一个程度过后，就会觉得怎么自己一定要这个东西，到底要这个东西来做什么？什么让你灰心？你尝试过做什么然后失败？我觉得日本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蛮挫败的，就会回到来这边会觉得everything start from zero again。然后可能看大家都已经做工啊还是干嘛有稳定收入过后，就会觉得会 compare 啦，你今天27岁了，没有什么稳定的收入，然后还是在读书或者干嘛的话，会有那种 comparison 的心态，然后就会觉得可是我以前的我不是这样子的嘞，我18岁是觉得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因为我会写下来，以前18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清单我要完成，
你有什么清单你已经完成了的 from 你的18岁？我觉得算是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吧，就是你这样跟自己和解了，你可以不用追求这些东西了。就是你追求到一个东西，那个感觉就是这样子，过后啊，你还会 back to 一些无限的追求，我会觉得 when is it gonna stop you know？所以就觉得其实不应该是追求快乐，应该是要追求平静吧。我觉得反正时间都会来嘛。对，你有没有现在很想做的一件事情？你还是很有 passion 的？我觉得就是像你们这样子收集别人的故事然后我的妈呀然后 from different world around the world，然后就做一个展览咯。哇哦，怎样展出来？就是 like in terms 照 of 片 words video， 照片 video 或者是写下来whatsoever in different ways。我觉得要到世界各地了过后，其实你才会知道真的自己活在的世界其实很小，这样子非常渺小。我觉得他有触动到我的故事是，他讲他带的那个 for free 带了4次，是因为他有 special kids 是吗？special adult 啊 special adult，可以给我们 share 一下那个。他是怎样找到你，然后你什么情况下觉得let's just do this？那时候是透过我怎样会认识这一家人，是因为我有去 gym class， 然后那时候有一个 PT， 好像几年前了，然后刚好这个 PT 也是有 take 这个 special adult， 然后这个 PT 也知道我是在做就是心理方面的东西，他就觉得可以去 consult 一下什么，他就把我们两个就给到一起，就 connect 在一起了。然后 from there 我知道他其实是我以前的学校老师，but 他没有教过我这样子，and then from there 他就一直 invite 我去他家，然后去可能 maybe 跟他的小孩聊天啊或者什么，然后就 build the connection 过后，发现到他们其实很渴望想要出去，可是不能，因为不能 leave 他的小孩在家或什么嘛，对，然后我讲我其实是脱离的，我可以 try to 带你们出去一下子啦， then 有了第一次 trip 就有后面的几次咯，对，去哪？中国比较多，所以你带团都是带中国的团，mostly 是中国比较 budget 一点。你带他们跟带别人什么分别？我觉得带他们需要很多耐心，而且他们是 English speaker， 所以他们到中国是完全不懂东西的，而且他们有年纪啊，60-70岁了，可是他们蛮好的啦。然后还有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他的小孩吧，就是有时候我们要打圈的时候，可能那个人多的时候，那个小孩就会 freeze 在那边，不会动，然后可是我们赶圈，然后就要想办法去安抚他，在短时间安抚他还是怎么样，所以是蛮 challenging 的。 but 我觉得他的父母已经把他带成这样大了，我觉得这种 challenging 对我来讲还好，我觉得我more empathy 他们啊，对，感觉就是那种退休生活，你想要出去，可是又有一个顾虑在家的话，我觉得其实蛮可怜的，对，在你收集这么多人的故事啊，你自己会不会很 burden 你自己？你会不会觉得太多 too much？ 我也是问过 therapist 这个东西耶。我是一个很快忘记东西的人，对，所以那个是你的我的 strength 就是我的嘴巴很紧。对，然后就是你可以跟我讲任何东西 the next day I'll forget and then when I catch up with you I remember now， 可是我就会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我之前的 struggle 我去 therapy，我会每次回家莫名的想他会不会 share 我的 stories 给其他的朋友but 其实 you never know， 因为每个人的 personality 不一样。是。然后之前我是讲过你刚才讲的问题，因为我这个 therapist 之前那一段时间我比较 dark 的那一段时间我会突然间半夜跟他讲拜拜，就是跟他讲拜拜，我要什么的。那他就是 always 会 reply 我的对，那会不会觉得很 stress 就是有一个人要死了，快点 reply 他。没有当你们是我们的 client 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这就是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even 都是很 crisis moment。 Imagine that 你已经很痛苦啊，然后我们还很 panic 的话，我觉得we are someone that actually hold you there 啦，be there for you。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想问，不一定是 therapist 啦，就是可能身边有一点小情况的朋友的朋友，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到你的 client 他已经 did it 了，你会不会 feel like 我没有救到他？没有我觉得他应该已经做他能做的，不是我们能做，是他已经做 what he can already。
And 那个是他的 final 的 decision， 对 we have to respect that， 因为我之前有想过因为我身边也是会有朋友有这样子的 thoughts 但他们也会跟我分享，可是我觉得我会去幻想如果有一天我可能没有来得及 reply 或是来得及接他的电话的话and 就是因为我 miss 了他的 call， 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我每一辈子都会 live with 这个 trauma， 我一辈子都会 resent 我自己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拿到他的 call，所以我就觉得做你们的行业的人真的很厉害，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承受这个emotion 的 burden， 我觉得 I also cannot take it。好像我之前看到，我觉得也是一个 PTSD 吧，因为我之前看那个韩国的踩人事件然后有人是生还者嘛，那 survivors， 然后他在不久之前就 take 他自己的 own life 了，因为他没有办法 live with 这样多人在他面前去世，因为我觉得很少人有这种能力。好像我朋友做医生这样，他是之前在 ICU 的，他就跟我讲，他有很多人他是没有办法救到的，可能他就已经帮他在那边做 CPR， 可是他还是没有救回他。我就问他 How do you feel？那他就讲他 did 他的 best。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capability 来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我目前为止 in 我的 current state of the life，我没有办法去讲我已经 did my best as a friend 了，因为我觉得我一直会觉得I didn't do enough。你会觉得如果有朋友这样子，然后你没有及时接到他的电话，你会 resent 你自己吗？没有及时接到电话，我多多少少还是会如果是因为如果我真的没有接到他电话的话，我觉得我会 traumatize，然后我觉得我的电话就永远不会放 silent。 对，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接电话的那个 end 的啦，所以他就有一个朋友是他真是驾着车了还要冲去那个海那就 call 他就 call 他就有接然后他就在电话里面就一直哭他讲我现在就是要去死，我现在就是在这边海这边了，跟你讲我是我很好的朋友。哇，然后我那个朋友做到很 good 因为他就 play cool， 他讲你现在在哪里然后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他就 distract 他。对，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我觉得是我的话我已经是 panic 了。对，如果你接了个电话他还是 did it 哇，我会更 traumatized， 我会觉得谁叫你不会学讲话，谁叫你没有去学这种 soft skill 去救他，我会所以that's why我朋友没有跟我讲这种心事。可是我觉得你不应该 blame 自己I mean 他确实还没有发生因为我看到 thread 有一个人 post 他就讲 How do you live with having 一个 close friend or family suicide但你没有及时的帮到他。哇，下面就好多人 share 他们的故事他们就讲I did my best， 或者是有一些人讲It's living with me forever，但好像你讲的这样他永远不会 mute 掉他的电话他永远就是有人讲他不开心，他立刻马上 attend to 他这么你不开心but 我会 come to realize that you can only do so much at the end of the day 是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对，他的选择，对，but 真的不是，我觉得我知道讲很容易啦，对，可是做就是很难，对。所以我们的专业其实会有学到一些 safety plan， 我们会get the closest contact 对，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知道 client 会有intention 想要 suicide 或者是有 plan 的时候，我们其实会do a safety plan for them。因为好像我之前的 therapist 有一次是at the age of 就是要跟他 goodbye 哇，他还是很冷静，我要谢谢他冷静。可是现在我们没有 in contact 了啦，因为我觉得I'm okay already，所以我也是很坏一下啦。那时我就 call 他我还记得我手很抖然后然后还要 video call， 然后我就不要跟他 video call，然后他就问我OK， 他就问我 Where are you now， 然后就跟他讲我在哪里可是我当然一直是哭一边哭一边讲他就问我Have you thought about how you're going to do it， 他就叫我去想，是，然后他就因为他要 assess 我我就讲没有可能就是从那边跳我觉得好 vulnerable 的 story 我就讲从那我旁边有一个 building， 现在然后我可能会走过去，然后就在那边他讲OK， 这样你有没有想过你几时要去做这个事情？他就 assess 我过后他就一直 distract 我，他就讲很多不一样的问题，然后我就讲我还没有想几时要，然后他就可能 assess 到我还没有到来在那个balcony那边的然后 after 他就跟我讲其他的东西他就跟我讲然后那时候我的电话就一直响，我电话就一直滋，然后再跟他告诉他讲，因为那时其实 one of the reasons 是因为我的工作太烦了，他就会讲然后你现在有很多工作对不对？
那讲你有没有想过你不要去理你的工作先啊？然后我就慢慢我就冷静下来，因为当时真的没有想到他会问我有没有想过做什么啊，怎样做啊，这样你做。So I think it's really not easy doing your job 啦。因为I cannot imagine 如果我是 at the other end of 那个 line 的话，我会怎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真的是很感谢whoever 啊 therapist 啊 counselor 啊，或者是 just a friend answering to 这样子的 call 已经是真的很厉害了。对，然后可能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你当下是好像我那时候的心情啦，其实我只是想要 listener 吧。我想要有人 acknowledge 我的 feelings 吧，那时候。对。然后我不想听你讲你不要啊，你有没有想过你不要这样子做？如果这样子我会很 trigger， 但 of course 每个人不一样，我会很 trigger， 我就会觉得you don't understand me，然后就会爆炸。对，所以 takes a really strong skill 啊。像你自己的 friend， 如果每一天都 text 你，跟他就把你当树洞这样的话，你会觉得 burden 吗？是哦。我有曾经有一个朋友，算是网友吧。然后他是台湾人，然后那时候他有很严重的 MDD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然后他已经坐在balcony了，3点 OK， 他3点打给我，然后我其实不想接了，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不是读这科的，就是还是很牛这样子，我不想接，然后他朋友就 text 我，你快点接，他电话已经在balcony了，这样子还要跳这样，然后我就接电话。就像是你 therapy 这样子，就可能很 calm 嘛，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啊，就什么，就 try to distract 他 a bit。然后 of course 当下当事人的情绪是很激动了，就是可能就是这样子了。But 身为可能朋友啊，或者是 listener， 就真的是要比他们更 calm。不要再跟他一起 panic， exaggerate 他的情绪，不要再放大。对，所以你当时候你怎样？你接到他电话，然后你跟他讲什么？而且还是在台湾，我是在 Malaysia。Cannot do. I just can just wording 说就是 words comfort 而已。言语上的 comfort。然后到最后他没有啦。所以 thanks for that. But 如果是真的是很严重的话，我觉得就是 will have to go with medications。是。但是。也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不一定你伤心就一定是 depression。对，其实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个 sadness 的话，你就要去 consult 专业的跟 professional。然后比如说有 psychologist 啊，有 psychiatrist 啊，然后有 counselor， 其实每个都是不一样的。对，好像 psychologist 它就是没有 medication 的。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 medication， 然后不一定你要自己去。Oh my god， 你听人讲什么那个 melody 还是什么鬼啊？一个 depression 吃的一个药就是你不要自己去 pharmacy 那边，不要自己买，不要自己不可以 prescribe 那个东西。对，因为有一些药物是你在 pharmacy 可以买到，它是可以 calm down 你的。可是我觉得要 assess 对，因为你不确定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需要吃 take medication 的东西，然后你就去 take， 然后你就 cannot live without 它了。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很 sad，你可以 try to 跟 whoever closest to you 去分享。如果他们也是没办法解决到你，然后你觉得你也是 cannot handle anymore，其实有比较便宜的方式，因为其实讲真 therapy 是不便宜。它其实有政府部门是有那种 hotline 可以打过去跟他们讲的，其实讲真啦，没有人听的，真的有一个叫什么 be friend 还是什么的，他们我有看过有人分享，就讲他们 call 根本没有人屌你啊。Oh my god！ 所以可能我不知道要有什么管道比较便宜的 ，Do you know any？管道的话，如果真的是比较便宜的话，真的就是去 GH General Hospital。But before 你去 GH， you need to have a prescription。他要 referral letter， 对 ，from general 的 ，from 可能 private 咯，private 的 psychiatrist 啊，还是什么这样子的话，你去 GH 会比较便宜。对，可是需要等啊。有没有别的方式？别的方式的话，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private clinic 啊，还是 private counseling 啊，还是 online free counseling 也是有，可以 try that out actually。其实不贵的，有时候counselor 的话可能60啊或100里面都有的。对，try 一下，给自己机会 try 一下。这样你有没有 friend 是每天跟你讲不是这样 heavy 的 topic 啦，他就跟你讲很琐碎的东西，比如说今天我买了一件衣服，它是红色。有通常我不会回啊，我就是很怪。因为你不可能每个 friend 都跟你讲到这样 deep 的 conversation 的嘛，你一定是有一些 friend 比较好玩，你一定是有些 friend 是不是比较好玩啊，就是比较 like you know chill type， 然后就每人跟你讲，喂，你知道吗？我最近追那个 K-pop 怎样怎样怎样，所以然后你不是那个 friend， 我喜欢，but like what to respond， like 我可能会敷衍一句，就可能
所以呢，所以你是一个怎样的朋友哦？你只是喜欢 deep talk 吧的？你是不是出去跟你2个人出去的话啦，如果他没有跟你 deep talk 嘞，还1个小时哦，他就问你，你昨天吃什么鸡啊？你有看到那个 gossip 吗？那个网红有啊，我就开始讲啊。They have to bring out a topic first， 然后我才接下去。假如你有一份工啊，你的薪水很高很高，可是他要求你 the rest of the life 一定是要去不同的地方，然后每一个地方你都要待在那边不超过1个星期的，你 OK 吗？这个是对啊，你是 benefit 来的嘞。他不是想要去世界各地 collect stories 咩？这很好他喜欢嘛。你问我就不能了哦。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做。为什么？很累。我不能好像一直去 work trip 我就已经很累了我就觉得 Oh my God， cannot。所以你一天里面是可以跟很多不一样的人聊很多的天，你都不觉得累？会还是会累。就是我是一个 I 人来的，就是自己需要 recharge。你有哪一种人是你不能一起 hang out 的吗？是哦，网红sorry， no， 不是你 I mean like 我不是 I mean like 网红那种 you know， 就是那种不是冷静。这种00后的就是先拍照先，然后就是 take selfie， 然后一个 stick 在那边。哇，你要跟00后讲对不起，因为不是每个00后都是这样子的。可能00后网红还是什么，你要跟00后的网红讲对不起，对不起00后的网红不是这样子，这是我看到的 OK 也不是网红啦，不一定是网红，就是可能他们做东西女生啊，就是总之你不喜欢，就是对啊，我可能去一个 cafe， 然后看到他们可能1个小时我在做东西，他在1个小时在那边拍一个东西，他在工作可能拍10分钟可以吗？没有，他重点是他没有吃那个东西没有吃完，那就走了嘞，我就觉得很浪费。我问的该你第一个问题问我有没有吃完啦，因为你要test我是不是那种网红。如果有拍照拍1个小时，可是有吃完食物你就 OK。我觉得 OK， 因为现在有不同的网红就是那种。讲就是那种比较上流社会的网红，就是每天 post 车还是什么。他是下流社会网红，是紧嘎。我是下流 po 车那些 po 车那些还是什么？中国人对于这种有什么看法？我好奇。可是他每人都讲他嫁 Marcelio， 对那个嫁而已吗？没有关系的。我就讲那种 po 来 po 去，po 那个车，他站在车面前，有什么问题？这个是想知道一下。我会好奇他们的 life 是怎样是不是他们真的是可以靠这赚钱啊？就 po 这样子的东西就可以赚钱？可以啊，是一个 lifestyle 来的。因为他有什么你也是想要有啊，就变成他会 drive 那个 sales 啊。对啊。one of the tactic marketing 啊，他在做自己的 IP 嘛。如果你看他 as 一份工作，你还会这么好奇他吗？对，就好像你不会好奇 accountant 每天在对着电脑打什么字吧 ？OK 啦，如果是一个工作号，我就有那个 empathy 出来。他蛮容易被改变的嘞，他蛮容易被控制。说。对 ，OK。可是我觉得现在00后很好，是因为他们会表达他们自己。对，像我可能90后就真的比较习惯就自己一个人，不要大家发现我，就躲在角落那种。不一定啊，我蛮喜欢大家发现我的。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我觉得 as 我在跟更多的00后交流了过后，我发现到我不想再 generalize 这个00后啊，因为我发现好多00后也是不一样是他们，但是你讲00后90后也是很多鸡掰的嘛，也是在工作上懒到屁这样的，然后你讲他又没有要自己 voice out 什么，又懒惰啊，更死，所以就是看人啦，因人而异。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在你的人生里面改变可能某一件事情，或者回到去一个阶段的话，你会回到去哪里？不会，就是我也不想要回去也没有什么。所以你有 look forward to 你的 future 吗？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但是就是会觉得不会像以前这样子哇，很想要怎么样啊，还是怎么样？没有，那个是因为你老了，是吗？是，应该是啊。可是当一个人老的时候，我觉得老人 sorry 比较就是50-60岁就已经退休了那一种，我觉得蛮羡慕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就是也不用烦工作了，可能有些要烦啦，很多对，很多需要烦，可是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desire anymore， 不像我们这样很想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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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有疯狂的时候吗？还是你一直以来的频率都是这样子？疯狂的时候有啊，自己一个人 solo trip 的时候，去英国 solo trip， 从南到北自己走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我做过蛮疯狂的事情。在那个 trip 学习到什么？有时候我会在那个 solo trip 自己哭会觉得世界太大，我太小了，然后那种感觉就会开始流泪了。然后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可能认识朋友
我觉得这个很好的观点呢。因为你会哭，因为世界很大，你很渺小。对，可是我好开心哦，世界很大，我很渺小，因为证明我的世界还没有 explore 到完呢，好多东西去 explore。对，你会觉得怎样？因为我是因为工作才去不同的地方嘛。没有啦，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跟人家 small talk。我不是很喜欢，我喜欢深聊。可是我人比较慢，我很难。对，我有一个很厚的墙。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这么容易的跟人家。这样你有就是可以 deep talk 的朋友吗？有啊，隔壁这位啊。是，我跟他蛮长了。OK， that's good。我觉得可以跟我 deep talk 的人，通常是他是很主动的人，不然就是有是哦，我真的觉得需要一个很主动的人。对，我没有办法跟然后就是有 depth 的人。主动又有 depth 的人，不然的话我很难，除非在机缘巧合之下，或者是我喝了酒哦，就会大聊特聊啊，我就会问很多那个，好像如果是你的话，我就会问很多你的问题哦，就会想要挖你里面的东西。像如果人家挖你，你会愿意去讲吗？看那个人是谁。他不会，我跟你讲他不会因为一开始我要跟他聊天的时候好难聊哦，现在就会嘞，就是要现在熟到一段程度吧，嘴巴这样子，因为他讲太多了。一开始就是工作吧，过后他们后面就越来越开了，那我就越来越小了。我也是这样子的人，一开始就不熟的话，就真的就是开不了。那今天就一起就到这里了，也觉得也非常感谢 J 这一次上来跟我们分享，因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做这个 podcast 的目的啊，就是希望 anybody that we meet in our daily life 可以上来我们的这个 podcast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们自己的故事，因为他是第一次I mean 他是第一个嘉宾，是我们没有聊过天，就是没有深聊过，然后又不认识他。对的嘉宾，我觉得也蛮伯乐，他伯乐，我们也伯乐。对，然后当然也希望，如果你们觉得你们有特别的故事可以分享，其实也不用特别，你就觉得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的话，对，也是可以去我们的 link in bio 那边 submit 一下你们的 stories， 然后我们再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跟你讨论这一些 topics， 不然也是希望如果有任何的 experts 啊 in 你们自己的 profession 想要上来跟我们分享的话，可以去我们的 link in bio， 或者是可以 DM 我们你的故事。然后近期的 episode 也是蛮开心的，因为看到越来越多人跟我们分享他们很 personal 的故事，有可能是因为你不认识我，不认识你，但是也是有慢慢在达成我们一开始要做这个 podcast 的 intention 吧，就是听更多人的故事。然后希望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coming episodes 里面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的故事，然后你们的故事也是可以在 comment 那边留言，然后找到你们自己的 community 跟朋友，也是我们一开始建立这一个 podcast 跟 community 的原因啦。所以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 episodes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陪大家度过你们的 gym 啊 workout 啊 whatever 啦。有什么 comment 也是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想知道。最 positive 的报道，谢谢你们，下一期见。 Thank you， 拜拜，谢谢 J， Thank you。